这个男主是真牛逼，只因无意间推开了异世界的大门，就成功从200斤的肥宅逆袭成了大帅逼。自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这天，男主来到异世界打怪升级，然而在击杀了许多的怪物之后，他发现自己似乎遇到了瓶颈，只靠击杀普通的怪物已经无法继续升级了。于是他准备前往森林的更深处。在森林里走了许久之后，男主发现周围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鉴定，发现周围的树都变成了极为稀有的黑铁树。然而就在男主吩咐2只宠物小心一些时，一只野猪突然出现在了身后。男主本以为是红猪突然变大了，但红猪却身后拍了拍男主，还没等男主反应过来，野猪直接将他给撞飞了出去。看到野猪拥有如此牛逼的属性，男主顿时感到了压力。然而就在他准备喝药恢复时，野猪又再次将他顶飞了出去。很显然，凭男主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是野猪的对手。就在这危急时刻，一道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接着在男主呆滞的目光中，野猪被一道光给击飞了出去。随着光芒消失，一只兔子出现在了面前。这时一旁的野猪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看着野猪还想找自己报仇，兔子不屑一笑，直接一脚就将野猪给蹬成了一团烂泥。接着男主在兔子身上扫了一眼，不出意外，这兔子的属性也是离谱到奶奶家了。还没等男主反应过来，兔子却开口让他们踢一脚给他看一下。红猪自告奋勇，然而就凭他这小短腿，兔子觉得比较适合做红烧猪蹄。接着轮到了小黑，虽然看起来很生疏，但却比红猪有潜力多了。最后轮到了男主，看见男主这强而有力的一脚，兔子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显然他对男主的天赋十分满意。接着兔子跳到了一旁开始热身运动，看到他一脚就踢穿了数十棵坚硬的黑铁树，男主也开始尝试了起来。然而他腿都快甩飞了，也没能踢出像兔子那样的脚气。不过好在兔子的指导下，男主也好不容易踢断了一棵树，只不过这对兔子来说都只是入门而已。还没等男主反应过来，兔子直接对男主发起了进攻。毕竟理论什么都是虚的，唯有通过实战才能真正领悟出技巧。就这样，两人一路打到了早上。兔子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一个继承者。原来他是被这个世界封为圣的12人之一，而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打败名为邪的负面能量。因为在男主身上看到了无限的潜能，所以他才想要选择男主继承自己踢圣的封号。男主闻言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还是拒绝了他。踢圣闻言虽然表示没关系，但心里早就准备好了其他算盘。因为他从男主房子里的结界看出男主可能是一个十分擅长魔法的大师，所以他反过来希望男主也能教他一点魔法。男主闻言瞬间心虚到了极点，毕竟这栋房子也只不过是他从贤者那里继承的罢了。于是单纯的男主就这样被踢圣给套路了。在两人相互成为师徒的关系之后，踢圣开始给男主展开特训，而目标就是比之前出现的野猪更强的野猪王。虽然一人一猪打得难分胜负，但男主还是靠着贤者留下的挂壁武器配合踢技一脚蹬爆了野猪王。同时野猪王也爆出了一堆 SS 级的材料，但踢圣却告诉男主这不算什么，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更是高达传说级的存在。这时系统弹出了进化的提示，接着男主身上闪出一阵白光，随着光芒消散，男主完成了进化，同时也获得了很多看起来就很牛逼的技能。随后男主回到了现实世界，因为今天是学校举办球技大赛的日子，难得有能够装逼的机会，男主自然是不会错过。而今天的第一个项目是乒乓球，他的对手也是十分牛逼的人物，对方是全国乒乓球大赛中的不败传说，因为他所发出的球根本就没人能够接到，但这和异世界的怪物相比起来，这种程度的攻击简直弱爆了。看到自己拥有如此恐怖的杀伤力，男主果断选择了投降，毕竟再这样打下去搞不好会出人命的。这时小峰突然拉着男主跑向了排球场，因为他们排球队有一个队员受了伤，所以他想让男主过来顶替一下。然而裁判才刚吹响哨子，比赛就结束了。因为男主直接一球将场地给砸烂了，对手见状也很果断地选择了投降。接着在男主休息的时候，基尼跑了过来，原来他的搭档也受了伤，所以想让男主来帮忙完成比赛。面对未来老婆的请求，男主自然不会拒绝。然而在开始之前，男主心想着要稍微控制一下力道，可下一秒基尼的开球直接看傻了男主，原来真正的危险说的不是对手，而是自己人。于是为了保住小命，男主火力全开，快速拿下了这场比赛。等到了放学之后，基尼特意在门口等着男主，然而就在两人回家的路上，基尼却突然让男主闭上双眼，然后对着男主脸颊亲了上去。当然闭着眼的男主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等到了第二天，基尼来到了男主家里替他补习功课，原来是期中考试的日子快到了，而男主因为数学的成绩不太好，于是便和基尼约定放学后来家里一起准备考试。然而这时基尼只是想上个厕所，结果却无意间发现到隐藏在墙后的异世界大门。男主见状也是直接摊牌，把自己变帅变牛逼的事情都告诉了基尼，同时还带着基尼来到了异世界，
然后给他讲述了自己在这里冒险的故事，而且还调出了基妮的属性面板，给他讲述了这个世界拥有的能力值概念。基妮闻言虽然觉得很不可思议，但他更在意的是，男主居然把这种秘密分享给了他，那也就意味着两人这模糊不清的关系又更近了一步。与此同时，公主和露娜回到了王都，然而就在面见国王时，露娜这憨逼是真的勇，直接向国王承认了自己暗杀公主的事情。这下国王是不淡定了，直接抄起了剑想把露娜给砍了。可露娜却丝毫不慌，原来在国王发动攻击的瞬间，露娜早就用丝线控制住了国王。这时公主也赶忙把事情的原委讲了出来，因为国王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儿控，所以一切都只好顺着公主的意思。接着就在国王苦恼自己好像被公主讨厌的时候，骑士长却无意间把公主在男主家过夜的事说了出来。这下国王闻言是彻底坐不住了，立马就抄起了大剑，扬言要把男主切成18块。同时另一边的暗杀者工会收到了露娜背叛的消息，而派出杀手刺杀公主的人正是这个国家的王子。眼看自己来阴的不行，王子也决定不装了，反正这皇位迟早都是他的囊中物。于是他拿出了一颗封魔宝石交给手下，因为只要发动它，无论多牛逼的魔法在他的结界范围内都会无效，因此所有保护国王的法师也就失去了作用。而且为了以防万一，王子还特地将行动安排在了男主抵达王宫的日子，若真是行动失败了，就将这些罪责全部嫁祸给男主。别看现在王子说的做的都很牛逼，因为到了后面是真的很狼狈。与此同时，男主又来到了异世界，因为学校连放了3天的假期，所以男主便打算趁此机会前往王都。然而在前往王都的路上，男主顺手解决掉了一只名为睡眠羊的奇葩怪物。之所以称它奇葩，是因为这家伙居然特么掉落了一组高级被褥。很快男主就来到了王都，骑士长也是第一时间带着男主去夜见国王。听到马上要去见国王，男主慌的一批，但骑士长却让他放心，因为这次的夜见是非公开的。然而看着周围严肃的气氛，男主总感觉有些不对。果不其然，国王一见到男主立马就来了脾气，不过好在公主的劝说下，国王才勉强冷静了下来。接着国王向男主伸了伸手，示意他将伴手礼交上来。男主也没想到国王这么直接，因为他压根就没准备什么礼物，于是便将路上打怪掉落的被褥给拿了出来。周围的人见状立马就羞红了脸，国王更是气得准备拔剑想劈了男主。不过好在骑士长出面拦住了国王。原来在这个国家送请具给异性就代表着结婚，意味着同床共枕百年好合的意思。就在这时，暗杀者工会开始了行动。面对禁卫军的包围，一个蒙面人拿出了封魔宝石，随着宝石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禁卫军的魔法攻击顿时就化成了乌有。然而就在暗杀者以为计划即将成功时，男主这个挂逼出手了。因为经费不足的关系，仅只是几个画面闪过，男主就轻松拿捏了全部的暗杀者。接着骑士长在暗杀者的身上搜出了一枚文章，而这文章正是公主的哥哥雷根所拥有的。于是为了防止公主再遭遇暗杀，骑士长一脸严肃地拜托男主帮忙保护公主。男主闻言也没什么意见，毕竟自己的老婆当然是要自己保护。接着公主为了尽地主之谊，便自告奋勇要带男主出门逛街。虽然露娜对此很反对，但她内心也很想跟着男主一起逛街。于是两人就这样带着男主来到了镇上。然而就在两人争吵要去哪一家店时，男主却盯上了不远处的冒险者工会。看到男主对冒险者工会感兴趣，露娜便带着男主来到工会注册身份。接着在男主填完基本资料之后，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要出意外了。因为在接下来的魔力量测试时，男主毫无意外地测爆了水晶。完成了所有手续之后，柜台大姐姐将工会卡交给了两人。因为是刚注册的原因，两人只能从最低阶的 F 级任务开始接起。于是男主便在委托栏上随手接下了采草药的委托。然而就在几人采草药的时候，骑士长传来了发现王子的情报，于是男主便跟着骑士长前往王子所在的宅邸。就在打开门的瞬间，一把飞刀插到了一个倒霉的士兵身上，原来是王子在做着无谓的抵抗。男主见状立马让小黑扑了上去。面对士兵的包围，王子彻底失去了理智，然后掏出刀子表示自己要自杀。难得又白送一个装逼的机会，男主联合2只神兽一起打趴了王子。就在王子要被带走的时刻，一阵强风将房子给震出了一个大洞，而来人便是之前提到的宫胜。原来王子之所以会刺杀公主，全都是受到了宫胜的蛊惑，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王子挑起战争，然后借此机会杀掉大量的人类。不过眼下计划已经失败，那么王子就没了利用的价值。就在宫胜要杀死王子的关键时刻，骑士长挡下了攻击，看见弱小的人类阻拦自己，宫胜抬手发动了大范围魔法攻击。男主见状也立马发动魔法抵消伤害。这时宫胜看到人类那边有男主这么强的家伙，宫胜决定先撤退，因为刚刚消耗了太多体力，而且在看到男主的实力后，宫胜认为必须借用邪之力才能打败男主。说完就原地消失了。接着士兵将王子抓回了王都，在脱下他的面具之后，公主瞬间露出了愧疚的表情。原来公主在小的时候因为魔力失控，才意外将王子给烧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自此过后，她就一直活在那场灾害的阴影中，每天只能靠伤害自己的身体来抑制内心中想要破坏一切的冲动。久而久之，她的精神状态和容貌就变得不正常了起来，也因此她对公主的恨意也愈加浓烈，所以才会做出暗杀公主的事情。眼看如今事情已经败露，她恳求国王杀掉自己，
好让他从这个痛苦的地狱中解脱出来。然而这时男主打断了他们，表示自己有办法可以将王子的伤治好。说完便来到了王子身边，然后将治疗药水倒在了王子身上。随着光芒消失，王子身上的伤疤也瞬间消失不见了。看见镜中自己的牛逼脸，王子一脸不可思议，因为他没想到男主的药水那么牛逼。但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就在王子准备好接受国王的惩罚时，公主却突然表示原谅了王子。虽然听起来怪怪的，但听到是自己宝贝女儿说的话，国王也只好将王子无罪释放。就这样，在男主的帮助下，国王一家的矛盾终于得到了完美解决。但是不得不夸一句，作者的脑洞布置很大，就连逻辑也很炸裂。等到了第二天，男主和往常一样在异世界练剑时，突然有人在暗中对他发起了偷袭，而来人正是之前想要毁灭世界的公胜。与此同时，现实世界中的基妮按响了男主家的门铃，眼看男主迟迟不开门，基妮清楚男主此时肯定在异世界中，于是他便给自己瞎掰了一个理由后，直接就来到了异世界。然而他才刚到这里，不远处就传来了一声巨响，原来是男主被公胜吊打所发出的声音。面对公胜铺天盖地的攻击，男主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立马掏出了武器朝着公胜砍了过去。然而公胜却犹如会未卜先知一样，男主的每次攻击他都能轻松地将其躲开，然后顺势对他发起反击。就在男主躲避公胜的攻击时，基妮恰好来到了这里，而他的作用自然就是拖后腿，毕竟没有观众的话，男主这个逼装的就太没意思了。这时公胜见状也抓住了机会，直接朝着基妮的方向射了一箭。虽然男主及时赶到替基妮挡下了攻击，但自己却因此露出了破绽。而公胜见状也毫不客气，直接对着男主射出了大招千钧一发之际，T胜及时出现化解了危机。而他之所以这么晚才出现，就是去调查了一些关于公胜的事情。原来女孩只是公胜的继承人，因为她的师傅是被人类陷害而死的，所以她为了报复才萌生了想要毁灭世界的想法。T 胜本来还想用真善美劝公胜回头是岸，但这个家伙压根就听不进这些狗屁道理，直接就对两人发起了攻击。眼看公胜狗屁不通，男主联手 T 胜对他展开了反击，当然结果也可想而知。面对一人一狗一兔子的围攻，公胜很快就被打残血了。就在这时，公胜爆发出了邪之力，成为了邪神。仅仅只是一声怒吼，男主就被震得口吐鲜血，就连 T 胜也落入了下风，还没交手两下半就被公胜给揍飞了出去。就在众人陷入绝望时，红珠突然冲了出来，接着红珠开启了圣域技能，随着光芒笼罩整个战场，公胜身上的邪气也在光芒的照耀下随之消散。就在公胜懵逼的一瞬间，男主一个手刀直接将他给打晕了过去。原来红珠的身份可不简单，因为他是除了圣以外为数不多能够消灭邪的神兽。接着 T 胜将如何处理公胜的问题丢给了男主，说完便离开了这里。与此同时，基妮跑了过来寻找男主，看见基妮身后突然出现的魔兽，男主直接掏出长枪射了过去。基妮见状直接懵逼愣在了原地，男主还以为基妮是害怕了自己，却不料基妮只是被男主给帅到了。毕竟他打从心底就认定了男主，所以无论男主变成什么模样，男主始终都是他心中最完美的存在。成功拯救了异世界之后，男主依旧是在两个世界自由穿梭，而两个世界的后宫也变成了好闺蜜，也常常会通过泡澡交流心得。公胜则是被男主带到了现实世界进行教育改造，毕竟一个世界有两个老婆也很合情合理。